来看看只有小学毕业的父亲是怎么帮误杀了官二代的女儿完美脱罪的。4月2号下午和晚上的时候你在哪里？罗统。错，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怎么可能张口就说出来呢？再问一遍，在哪里？那天是周六，应该在罗统。对，记住你是学生，相对于几号，你对周几的印象会更清楚一些。什么时间回来的？第二天。什么时间？晚上。为了应付事发后警察的调查问话，李维杰在利用蒙太奇手法混淆时间，给家人制造了完美不在场证明后，又训练家人用自然的方式去说谎言。他刻意强调女儿说周六，而不是具体日期4月2号，是一个极其高明的心理设计。因为大学生对日期的记忆模糊，大多数不会刻意记住今天是几号，但一定会记得住今天是星期几。接着就是小女儿安安，李维杰模仿警察审讯时的语气，告诉安安到时候知道的就照实说，不知道的就说不清楚，利用他天然的认知局限，让他真诚地说出一个错误的答案。毕竟一个6岁的孩子分不清2号和3号，会将3号在罗统发生的事认为是2号发生的。警察真的会找到我们吗？时间问题。那我们的计划管用吗？那些人万一谁真记得很清楚的我们，他们当然会记得很清楚。妻子口中的那些人是在罗统见过他们一家的商贩和游客，一旦有人记住见面日期，那么他们的瞒天过海计划就全泡汤了。而李维杰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又偷偷给这些人加强了一次印象。另一边，警局通过调查死者的生前活动轨迹，发现素茶曾去过一次夏令营，一起去的2个女同学中，其中一个正是李维杰的大女儿萍萍。有了这个线索，队长和桑坤当即来到萍萍的学校提问她。见警察拿出素茶照片，萍萍表现得极其淡定，她按照爸爸提前教她的回答和素茶在夏令营见过一面，但并不熟悉。然而闻听此言的桑坤却秒切疯狗模式：你装什么装啊？一个夏令营人那么多，你一眼就说不熟，你当白痴啊？桑坤想通过恐吓从萍萍的神情中找出破绽。如果萍萍没有经过训练，很可能会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压迫下，因为恐惧或急于辩解而说错话。他没有直接回答和素茶是否熟悉，而是说素茶在夏令营里非常出名，曾肆无忌惮地偷拍女生裙底，是人尽皆知的恶少。而见萍萍对答如流，桑坤又说4月2号有人看见素茶找过他，想诈萍萍露出马脚。萍萍自然知道这一点，于是继续按照爸爸教的答案回答：2号我根本不在家，我们全家都没在家。4号你们去哪里了？罗统。什么时候回家的？上午出发，第2天晚上回家的。隔了那么久，你还记得那么清楚？那是周末，我们好久没有出去玩过了。再说也没那么久。整个过程萍萍表现的都很自然，没有留下任何破绽。正如李维杰训练时说的一样，只要问话时不害怕，警察就拿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可相对于女儿的镇定，母亲阿玉的表现就非常拉胯了。当警车出现在视野中时，她大脑一片空白的处在原地，满脸惶恐，手足无措。要不是关键时刻李维杰及时回家，阿玉这里肯定要露馅了。不仅如此，在看到素茶的照片时，阿玉神情紧绷，极其的不自然。很显然，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太过脆弱。而看到桑坤一直盯着外面的坟墓看，并且还说在那里见过素茶的车，阿玉顿时吓得小脸煞白。他以为桑坤发现了藏尸点，赶紧抢先一步证明一家人的行踪。2号、3号我们根本不在家，我们全家去罗统了，3号晚上才回来。Yes， 天哪嘛，李维杰，局长，不用再找什么证据了吧？他们全都露馅了。你还笑得出来啊？我压根就没有提到什么时间。好在李维杰脑子转得快，说刚才在他们来之前，女儿打电话通知了2夫妻，妻子性子急才会不等问话就说出了时间，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成功绕过了这个话题。随后警长说桑坤在3号看到李维杰开走了素茶的车，而这一问题正好和前面李维杰故意踹桑坤呼应上。李维杰解释大家都知道他得罪了桑坤，所以对于看见自己开车，那绝对是栽赃陷害。你放屁！你们最好不要把警察当白痴啊！你有证据证明你的说法吗？对于这个流程，李维杰自然提前做好了应对。他拿出前往罗统的车票以及3号其他消费票据。不仅如此，李维杰还暗示那天遇到的人都可以帮忙作证。有了这些证据，警长和桑坤只能先返回警局。路上，桑坤以前途为赌注，让警长将李维杰的嫌疑报上去，不然耽误了案情。事后局长拉温肯定不会放过2人。晚上，妻子和女儿忧心忡忡，同时问李维杰警察还会再来吗？他们还会再来找我们的。
而这里有一个细节，吃饭时小女儿不停地用叉子划桌面，是因为她听到过棺材里的抓挠声。原来当晚频频一锄头下去，素茶只是发生了吞舌晕死了过去。阿玉不懂这些生理特征，为了毁尸灭迹，就近将素茶埋进院外一位刚去世的邻居的墓中。素茶苏醒后，凭借本能不停地抓挠棺盖。这时李维杰回到家，知道了频频被侵犯的真相。他来到坟墓前，听见抓挠声，明白一旦将这个人渣救出来，按照他的混蛋尿性，肯定会对一家人进行疯狂报复。于是为了替女儿报仇，李维杰选择了无视。所以到这里已经不是误杀，在某种意义上算是谋杀了。第二天，桑坤来到李维杰经常去的面馆，故意大声地说在素茶的黄色汽车里发现了一根陌生人的头发，其目的就是用这段说辞配合拉温观察李维杰的微表情变化。拉温这个人心思缜密，观察力强。他坐在李维杰对面，发现李维杰脸上出现短暂惊慌后，断定素茶的失踪绝对跟他有关，于是让手下将一家人全部带回警局，逐个单独问话。可全家人口径一致，没有丝毫漏洞。他们说的都是大脑里真实发生过的记忆，看了什么电影，吃了什么甜点，几点退的房都能脱口而出。普通人撒谎会紧张，但陈述真实记忆时的心跳和微表情是无法伪装的。拉温虽然通过微表情捕捉到李维杰瞬间的惊慌，而在真实记忆的面前却没有任何用。